是小米，这次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是2017年的开价彩妆新鲜货们，就是我手上这一堆彩妆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之前通常春装可能会是在2、3月份，就是冬天接近春天的时候才陆续推出，但是今年不知道怎么搞，就是不管是专柜还是开价，通通都集中在1月1号这天就发了一堆新的彩妆品。我就收集了这一阵子我买了一些新上市的彩妆，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用起来的效果，还有我的使用心得。那我们就开始吧。那这次要跟大家分享新品还蛮多底妆类的产品。第一个呢就是 ZA 的裸光亮白气垫粉饼，没错 ，ZA 终于出气垫了。其实在它上市之前，我就还蛮期待这款气垫，因为我用过好几个他们家的底妆，我用起来都很喜欢。那这款气垫粉饼呢，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是属于比较保养型的气垫，因为它有添加了玻尿酸，还有维生素 C 跟 E， 所以你上起来是会比较有一点点提亮亮白的效果。再来就是它有出到3个颜色，我用的是比较中间的 light 明亮色，所以你跟我一样是自然偏白肤色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跟我用同一款。再来看一下外形的部分，它是做比较普风的设计，然后它是白底配上银色跟桃红色的字体，然后侧面的盒子呢，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偏薄，跟一般比起来，然后里面外形跟一般的气垫长得差不多，它就是上层是气垫粉扑，然后里面打开是这个密封盖。然后撕开之后会是海绵孔这样子。那我来试一下它的妆效给大家看。按压的时候啊，记得就是你不要太用力的去压，因为它会跑太多出来，你这样上妆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厚重。这是我使用下来的心得，就是它其实遮瑕力算是还不错，所以记得绝对要少量多次，不然就会看起来整个人就是粉感很重。那我们来试在手上。你可以感觉出来，它是比较微雾亮光泽的，它不是那种很油亮，但是还是会散发出来还蛮自然的那种光泽感。那我觉得它的妆感跟资生堂的花春气垫粉饼还蛮类似的。那我自己用下来呢，因为我是干性肤质嘛，我觉得干性肤质在春天到秋天其实都可以使用，但是像如果比较干冷的冬天呢，你一定要搭配好保湿比较足够的妆前乳，因为我有试过啊，就是用不同的妆前，如果比较清爽的，我现在这种很冷的天气啊，我鼻子这边还是会有一点小小脱皮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做好保湿，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它最适合的肤质应该是混合性肤质，然后油性应该做好局部定妆也是 OK 的。我今天刚好也是上这款气垫粉饼，所以给你们参考一下脸上的妆感。我觉得它的妆感，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遮瑕度表现还不错，然后保湿也 OK， 然后它的持妆效果也很不赖的一款粉底，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款是可以下手的。再来第二款也是 ZA 的新品，它是日不落惊艳保湿唇膏烈焰之吻限量版。这一款就是之前非常红的日不落惊艳唇膏的新系列，然后这系列是有主打限量的口号，然后包装也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整个管身都是桃红色，然后上面也是有个涂鸦的字体，这次都走比较普风的路线。然后里面打开呢，这样子，唇膏在里面。那我买的色号呢是 Wine， 它是比较酒红色调的感觉。之前在真假双胞胎跟梦露琪拍的影片也有分享过这一支，那时候就是直接擦在唇上。那这支其实总共有出到6色，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酒红色算是比较特别一个色系，因为它其实这是粉色系、橘色系都有，但是其他颜色我觉得还蛮容易在别的品牌找到类似的色号，所以说如果你想买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我还蛮推荐这个酒红色的。然后我试在手上给你们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有一点点葡萄紫，然后你后擦比较多层的时候呢，它会看起来比较深一点点。那这种紫桃色的唇膏啊，擦在嘴上其实是还蛮显白的一个颜色。然后因为它的色调不是那么的饱和，它是比较带点灰色调，所以说不会让你看起来就是颜色太过突出，然后妆感会很重的感觉。那我觉得如果你是用那种咬唇妆啊，或者是饱和擦，擦起来感觉不太一样，你都可以尝试看看。这款的擦起来的妆感呢，我觉得跟之前日不落系列擦起来是还蛮类
类似的，只是它的滋润度我觉得稍微更高一些些。那如果你本来就很喜欢他们家这个系列的唇膏的话，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次的新色有没有喜欢的。接下来第3个新品呢，也是一支唇膏，它是 L'Oreal 新出的24K 精致奢华巨星唇膏，然后它总共有出5个颜色，我买的是伊瓦朗戈利亚，它是比较枣红色系的，我现在嘴上这个颜色。先给你们看一下外形的部分，它的唇膏系列全部都是长一模一样的，只是说这次换成黑金的配色，然后上面有这个明星的签名，然后这个就是唇膏的色号。打开来呢，你看它镜头上跟实际颜色不会差到太多，它就是比较深红色，甚至有点枣红色调的这种感觉。那它其实这个巨星系列好像去年就有推出一些，但是我那时候去试啊，那个系列的颜色我个人都不是非常喜欢，要么就是太浅，要么就是太桃红太亮，就是完全没有找到我任何喜欢的颜色。然后这次看到这支是我近期会比较喜欢的，有一点点枫叶色调，我觉得很适合秋冬。然后是在手上给你们看。它涂起来是还蛮滑顺好推开的，然后你细看会发现它有很小很小的那种金粉微粒在里面，所以擦起来是会比较有一点奢华感的。因为我刚好今天也有擦这支唇膏，所以直接给你们看一下擦在唇上的感觉。这个是全部擦饱和色，它的颜色就是比较珠光，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然后它是非常的遮唇色的。不过呢，我觉得这款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如果你出去吃东西或是掉妆要补第2次的时候，因为它还蛮卡唇纹的，所以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像第1次那么的滑顺，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死皮的产生。那如果你是嘴唇真的非常非常干的人呢，我建议你补妆还是就是把它擦得干净一点，然后先上一层护唇膏再上，不然它就很容易上面会有一块一块小小的，就是唇膏卡住，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这是它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不然它整体的保湿度啊、持妆度什么，我觉得都还算表现得不错。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 Integrate 的柔焦清透美肌粉饼。先看外形，你绝对会被它吸引，因为它真的太可爱了。我当初也是，就是一眼看到它的外形，我就被吸过去。然后它这个粉饼比较特别的是，它的粉盒啊，跟这个里面的这个粉饼是要分开买的。先给你们看一下外形的部分，它是整个红色调，然后上面有个爱心的图案。打开呢，里面上面有个小镜子。然后粉扑跟这个粉饼是另外分开买的，然后我这个保护膜有留着，就是隔开它，让它不要一直去跟粉饼做接触。你们仔细看，这个粉饼做的很精致，它上面有做 Integrate 的字体，还有一个爱心的浮雕。我觉得以开价的粉底来说，算是做的还蛮可爱精致的。然后粉饼的色号呢，我买的也是中间的 OC10。那色号的话，就是记得大家还是去靠柜直接试试看，你最适合哪一个颜色。那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是干性肤质，其实平常用不太到粉饼这一类的产品。那当初我本来看到外形觉得很可爱，很想买，但是也有考虑到说我会不会用不到这款产品。不过我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发现我在上眼妆的部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容易晕开，就是不管我上任何的睫毛膏啊、眼线，我长时间就是眼下这边都会沾染。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定妆效果不够强，因为你定妆没有办法特别强调这一个区块，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比较保湿一点的粉底来试试看，然后压在眼周的部分。那我刚好看到这款粉底，我现场试一下就去这样摸了它的粉，结果我超惊艳，它的粉质就是以开价来说，真的算是还蛮细的，然后它摸起来的触感就是很像那种绒布，比较柔软滑顺的那种感觉。然后试在手上给你们看，它的粉其实非常的淡，妆感不会到很重，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就买来试用看看，搞不好它会意外的成为我的福音。结果呢，我就买了之后，我就开始在上完粉底，然后遮瑕之后，我就会用这个粉扑去稍微沾取这个粉饼，压在我的眼周，这样子就是轻轻的压，然后少量多次的去盖上去。然后我发现它会第一个增加你眼周的遮瑕力，就是黑眼圈遮瑕效果会更好。然后第二个是它的确不会那么的干，相较于我之前用过还蛮多粉饼，它真的对我来说不会到很干，就是马上那个干燥脱皮跑出来不会。但是有个小缺点，就是因为毕竟它是粉状产品，所以它还是比较容易有一点点细纹的产生。
那我觉得小细纹跟晕染，我会宁愿选择有小小的细纹，因为我觉得晕染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说，如果你刚好也有眼周晕染的困扰的话，建议你可以买这种就是比较细致的那种粉饼，可以来做局部的眼周定妆。接下来还是 Integrate 的产品，它是微醺双色假彩霜，那它一样是红色系为主。外形的部分呢，它就是外面一圈红色，透明可以看到里面的配色。打开来，里面是一深一浅的这样子的配色，然后这个颜色会稍微带有一点点珠光。那我买的色号是 RD382，它的中文是珊瑚红。这个系列总共出了4个颜色，然后我觉得我买的珊瑚红跟夕阳橘这2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那这种双状型的假彩呢，其实还蛮适合在你上光泽感的底妆的时候使用，因为它不会去破坏你的脸上的光泽。然后再来，它很特别的是，它有做这样2个双色，我自己试用下来就是我会用这个颜色比较桃红的这边去上在你苹果肌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比较亮的这边，你可以当做打亮去上在眼下这个 C 字部位，或者是任何你想要提亮的部位，而且你直接用指腹上妆就可以，我觉得还算蛮方便的。那它上起来感觉是非常非常自然，它就是强调很像微醺过后是自然皮肤透出来那种红润感，所以说它不是那种真的妆感非常非常重的腮红，所以如果你想要它看起来比较红的话，你可能要多上几次，然后它呈现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就是适合淡妆使用。接下来呢，是我之前有分享过的妙巴黎果然星激光粉底液旗舰版，还有它同系列的遮瑕膏。那我之前有发过实测影片，所以我就把影片放在上面给大家参考，都有非常详细的使用心得，还有它上起来的妆感比较。这款呢可以说是我近期最爱的开价粉底，因为它的妆感真的很美，然后很精致，我觉得算是媲美专柜等级。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比较详细的心得，就是记得去看实测。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 Solon 的意想追逐魅惑眼影，那它全部都是出一颗一颗的单色眼影。它其实它已经不算是新品，它在好像2014年底就已经推出，只是说2017年1月份呢，它有推出新的雾面色系，我手中刚好是它最新的6个色号。那它单颗的价格都是卖99块，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经济实惠。然后它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可能3个一组200块之类的那种特价，就是大家可以去开价或者是他们的官网上面逛看看。不过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好像前几天去逛屈臣氏，雾面的架上还没有，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官网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除了这次的新色之外，它有出到好像将近快要50个颜色，所以选择非常非常多。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这是47、48、49、50、51、52。它这3个颜色是比较大地色系，然后这3个颜色会是比较红色系。然后我觉得这个系列的颜色都还蛮秋冬，然后也还蛮实用。像我今天眼睛上的颜色就是用这3个颜色49、50、52这3个颜色去搭配出来，给你们看一下上起来的感觉。它是比较有点土色调的感觉。那我觉得单色眼影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颜色自己去做搭配，因为你有时候可能买一整盒，并不是每个颜色都会用到。那我还蛮推荐你可以入手他们家的雾面色系的眼影，因为一般市面上台湾的眼影大部分都是带有珠光的，可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那种珠光太大颗或者很明显很亮的那种感觉。那他们家出了好几个雾面色系，我觉得上起来显色度都还不错，你们可以从雾面色系下手。然后它还蛮特别的是，它有一个这种盒子，就是如果你有买很多眼影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装在里面，它刚好会有个卡榫，就是可以这样扣进去，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也是今年新出的颜色。最后的最后，我要来偷渡一下 Pony Effect 的水透无痕粉底液。严格来说，它应该算是专柜，因为它在星光3月有设柜。Mimi Box 好像是去年底开始，就是开完快闪店之后，就正式入驻了，就是台湾的东区跟信义区都有设柜这样子。然后呢，这款粉底呢，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它刚开幕的时候，我买了他们家的唇釉跟指甲油，然后那时候粉底还没有上市，他就一直说1月上市，所以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说，哦，之后会上市，那我之后再来试用看看。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外
外形，我觉得 Pony 他们家彩妆都做的超级美，就是真的很有质感。然后它是金色的盖子，配上雾面这种瓶身。那你在用之前记得要先稍微摇一下。我用的色号是 Natural Ivory， 比较明亮色。就是好像是第2白的颜色的样子，然后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水润，然后你可以这样把它推开。我好像挤的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你会感觉出来这边粉底比较少的这边一推开，它是有一点点雾亮光泽，然后非常非常的清透，我觉得还蛮清爽的，就是真的完全这样子一抹上去就不会黏。然后我有特别为这款粉底写了部落格的图文文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再把链接补在下面，大家可以去做参考。然后这款粉底呢，我还蛮推荐给中性肌跟混合性肌的人使用，那干性其实也 OK， 不过你一定要做好就是妆前保湿的动作，才不会看起来太干。再来就是这款呢，我觉得它薄薄的上，遮瑕力就还算 OK， 就是不建议大家上太厚，因为太厚的话，其实它粉感会稍微略重一点点，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再来就是 Pony 也有出2个搭配的上妆工具，它虽然不是新品，但是顺便跟你们拿出来分享。然后这2个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还蛮推荐这个粉底刷的，因为它真的不太会吸粉底。像你们看这支粉底刷，你看得出来我已经用了4、5次吗？它不太会吸粉底，你上完之后就是很清爽、很干净的感觉。当然，我觉得跟它粉底本身的清爽质地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这个粉底刷是比较起来，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的上妆工具。好的，那以上就是这次2017年的开价彩妆新鲜货哦，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然后，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可能领完年终红包，也陆续的在物色，就是有没有想要新入手的彩妆，所以如果你刚好想要找的产品有在这些里面的话，希望可以提供给你们就是选购的参考这样子。那之后呢，我会陆续发更多就是大家想要看的主题，所以呢，请不要吝啬的，就是你可以尽情的留言，不管是跟我聊天啊，跟我分享，或者是你如果觉得有什么好用的东西，也可以尽量告诉我。好，那就这样子咯，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影片，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点这边，然后帮我点个赞，我们下次见啦，拜拜。